姐姐的意思是说，在这宫里头，你想处死谁，就能处死谁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姐姐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姐姐心里面最清楚不过了，还需要妹妹我提醒你吗？大王，熊怀派来的使臣已经到了。这熊怀也有向本王摇尾乞怜的一天。大王认为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想必丞相已经有主意了吧？为表我大秦之意，将600里商於之地送于楚国。丞相，你病了吗？开始胡言乱语。请大王听张仪把话讲完。前提是，楚国必须与齐国断交。那熊怀岂不是要失信于天下？臣要的就是这个目的。从此天下无人相信熊怀，无人敢与楚国联盟，楚国便陷入腹背受敌、孤立无援之境。以600里商於之地为诱饵，办法不错，只是熊怀会上钩吗？当年6国合纵，齐楚2国本就心怀鬼胎，暗斗不止，加之田姬从中挑唆，熊怀对齐国就更是厌恶。如今合纵名存实亡，熊怀主动派使臣来秦，怕的就是大王把6国攻秦之罪怪到楚国头上。只要我们加以利用，大王，如果你是熊怀，是要一纸名存实亡的盟约，还是要600里沃土呢？话虽如此，可是那600里沃土给了楚国，实在糟蹋了。大王无需担心，待我大秦将士南下东进之时，别说600里，他整个楚国都在我大秦脚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丞相去楚国走一趟。秦相，我们到了。秦相一路舟车劳顿，还请移驾宫中好好休息。到了。秦相，请吧。你们楚王派人到我秦国求和，就是这么迎接我堂堂秦相的？秦相，大军派末将千里迢迢前往秦国迎接秦相，此番诚意，秦相应该是清楚得很呐。舟车劳顿这么久，腿脚早就酸了，如何下得了车？哎，恭请秦相下车。丞相此番亲自前来，一路奔波，辛苦了。
既然贵国如此有诚意，那我大秦也自当诚意相待。这么说，联盟之事，秦国是答应了。楚国乃泱泱大国，国富民强，能和楚国联盟，对两国来说都是百利而无一害。只不过，丞相还有什么顾虑？据张仪所知，贵国与齐国的联盟还在吧？函谷关一战，齐楚两国联合6国合纵，攻打我秦国。如今，贵国一边与我秦国搞联盟，一边和齐国还搞什么6国合纵，唯恐不妥。那秦相的意思是，如果楚国要和我秦国结盟，必须先和齐国断交，否则恐怕我王很难相信贵国的诚意。你秦国咄咄逼人，莫非当我楚国好欺负不成？大司马，不得无礼。屈大司马先不要着急，如果诸位不同意的话，那这件事咱们就不用再谈下去，张仪回去便是。秦相稍安，我们这不是刚刚开始商议吗？张丞相，倘若我们与齐国决裂，你们又与齐国联盟，那到时候我们楚国岂不是腹背受敌？请大楚乌听张仪把话讲完。此番来楚，张仪就是为了要打消诸位的顾虑。请大军过目。商於之地600余里，秦国愿赠与楚国，以求和楚国结成友好邻邦，万事太平。如果楚国和齐国断交，我秦国不仅愿意和楚国结盟，这600余里封地，双手奉上。丞相此话当真600余里，岂是儿戏？ 600里商於土地呀！昭令你，你怎么看？大军，若此时断然与齐国绝交，必然会失序于天下呀！据张仪所知。 自函谷关一战之后，6国合纵早已名存实亡。恕张仪斗胆，敢问大军：是要一纸名存实亡的盟约，还是要600里沃土？此事事关重大，择日再议。今日只喝酒。 来，秦相请。真没想到秦国居然以600里地相赠。以景某看来，秦国这次结盟。 真是拿出诚意了，可是他们的条件是，让我们与齐国断交。哎，现在与齐国结盟本就没有什么益处，当初也就是他屈原一人坚持要合纵，结果如何呢？
不照样败给秦国了？如果楚国和齐国断交，这就意味着公然背叛六国合纵之约，得罪齐国不说，也势必会遭到其他各国的敌对。为了一个秦国，得罪其他5国，如今的秦国，一国之力恐怕早就远胜于齐、燕、赵、魏、韩5国之力。既然楚国是与秦国结盟，这何惧之有啊？您说呢？国之大事，2位大人比老夫想得更长远。有您2位在，老夫还有什么好多说的呢？妹妹长得愈发像你了。他们都还好吗？好。弟弟整日习武，如今已经有模有样了。妹妹文静一些，喜欢诗词歌赋，整日钻研，乖巧得很。我知道你思念弟弟妹妹，特令画工画了下来，以解你相思之苦。多谢先生。你来楚国这么久了，辛苦了。你所做的一切，大王都记得。大王都记着。那先生您呢？我自然也是感激不尽。其实我不需要你的感激，我只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回去，过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放心，我不会忘记。丞相此番前来，有什么需要田姬做的，但凭吩咐。对了，昨日宴会中，为何不见屈原？屈原自从被贬以后，听说就在家里闭门不出，只是写诗著书。屈原也算得上是人中龙凤，只可惜碰上了我张仪，可悲可叹。看来我得找时间去探望这位老朋友。简无法夫勤修习，非世俗之所服。虽不周于今之人兮，愿依彭贤之遗则。常态兮，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余虽好修夸以积积兮，简朝岁而夕涕。亦于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，其犹未悔。好，屈子好大的志向。只可惜如今你这条蛟龙，只能搁浅在浅水之中。你怎么来了？想当年张某想进这个门，却怎么也进不来。但如今曲府还是这个曲府，但曲府里的人，门衰坐薄，人薄言轻。屈子真是好雅兴。如今列国战乱，战火纷飞，张仪忙都忙不过来。可屈子还在这里吟风弄月。
真是羡煞旁人呢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不过是想来看看老朋友。话说起来，咱俩有好久都没见了。所以你是专程来奚落？哪里的话，我是想来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之前的什么齐楚联盟、六国合纵，都是你搞出来的呢。只可惜你失败了，而且还是一败涂地。我这次来，就是为了让你永远犯不了身。不过，一个名义上的三闾大夫，实际上不过是被贬了官的无用之臣，似乎也不用我出手了吧？张仪，你不要猖狂，你的命早晚都是我的。是吗？好，张仪随时等着你来拿。丞相，请。上大夫，张仪可就不明白了。贵国派人到我秦国求盟，我王不计前嫌答应了，还派张仪带了600里商於之地而来。我带着这么大诚意来到这儿，你们却推三阻四。你们的脑子里到底在盘算些什么？结盟，我们自然是愿意的，但是让我们与齐国断交，秦相，你这不是要我楚国成为众矢之的吗？这么说，上大夫也不同意我大王的要求喽？哼，你说呢？也罢，强人所难，并非张仪所为。对了，上大夫，此番来楚，张仪准备了一件礼物，特意敬献给大人。这龙凤镜可是张仪费尽心思才找到的宝贝，听说曾是郑国一位美人的丝装。这一龙一凤，似乎还有着一段缠绵悱恻的故事。这故事嘛，上大夫应该比张仪清楚吧？这龙凤镜怎么会在你这里？你和郑娘娘恐怕在郑国的时候就已经私通在一起了吧？这龙凤镜便是明证。你说，如果你们大军知道了，会不会怀疑紫兰公子的血亲身份呢？张仪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不然如何？我让你离不开郢都半步。哦。只要本官一声令下，你就会被乱刀砍死。你笑什么？可悲，可笑。你什么意思？真的龙凤镜，你以为我会带来这里吗？只要张仪半个时辰不出贵府的大门，龙凤镜自然会有人呈给胸怀。你以为所有的秘密只有张仪一个人知道吗？你以为你们楚王的身边就没有秦人吗？上大夫是可以杀了张仪，
成了一时之快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熊怀知道了你做的这些勾当，会怎么处置你？怎么处置郑娘娘呢？来，动手吧。张仪在黄泉路上等着你。都退下！尚大夫是个明白人，若按照张仪说的去做，一切自会风平浪静。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张仪想拜托大人，说服楚王，答应与齐国断交。还有一件事，张仪想拜托大人。你又想做什么？此番来楚，张仪想带走一件心慕已久的钟爱之物。到底是何物？和氏璧。什么？和氏璧在兰台宫里，你让我如何去拿？这就看你了。张仪以为，在楚国，只要大人想做，就没有大人做不到的事情。你这是要害死我呀！张仪怎么舍得？只要大人把和氏璧给我，龙凤镜，张仪自当双手奉上。让张仪以600里商於之地，换我楚国与齐国断交。诸位爱卿，如何考虑？大君，我楚国受张仪的欺骗还少吗？此人四处招摇撞骗，毫无信义可言。鄙臣以为，万万不可再轻信此人了。陈大人言重了，这合纵失和之责，难道都要我楚国承担不成？大君，如果与齐国断交，那我们便是公然背叛合纵盟约啊！当年合纵抗秦，各国都各怀鬼胎，草草收场。齐楚之盟原本就是徒有虚名，破裂那是迟早的事。如果楚国得罪了秦国，腹背受敌，那岂不是对我江山社稷大为不利吗？答应秦国也不是，不答应秦国与齐国断交也不是。众位爱卿，你们倒说说，布谷该如何是好？大君，鄙臣以为，不如先答应秦国，取了商於600里地，是否与秦国结盟，再伺机行动。尚大夫，张仪这等无耻之徒，他说的话也能信吗？赵令尹言重了，看当今天下，信与不信，那只是一念之间。和齐国的盟约解了可以再结，和秦国也一样，结了可以再解，切不可争一时之气，
做违背大楚之力的事。布谷以为上大夫所言有理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大军，退朝。你看他还来给我学的东西，教你神，何罪天下呀？是，这龙剑神社稷，他的话。大军让屈大夫觐见。大军，你来找布谷何事啊？大军当真要和秦国结盟，与齐国断交吗？张仪说的不无道理，布谷自然会考虑。大军可否想过后果？此事万万不可。慢！屈原啊，屈原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不管布谷说什么，你都要说不，都要反对。大军说的对，屈原自然支持。大军说的不对，屈原自然不支持。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？难道你屈原说的都是对的吗？你别忘了，你就是一个臣子。但是布谷呢？布谷是大军，布谷要考虑所有人，考虑整个楚国。曲爱卿，说心里话，这段时间你不在朝堂，布谷还真觉得少了些什么。那时候，我们一起同心同力，共谋江山，毫无嫌隙。可是现在，你看看你什么样子？要是让布谷再做一次决定，布谷还是让你做一个三闾大夫。大王，来，喝药。若不是楚国这次背信弃义，大王怎么会突然间病情加重？哼，还不都是他，非要找我什么合作？哼！报！启禀大王，楚国派人在我国边界城门下变庙，羞辱我国，而且他让我们改名，叫庙骚之国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
无耻胸怀，胸怀！不，大王。苏秦，当日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合纵抗秦，到头来，我齐国出兵相助楚国，楚国反倒自己分兵出去。如今，楚国为了联秦，又如此羞辱我齐国，我齐国一片赤诚，换来的却是楚国的背信弃义。不错，苏秦，若非当日你怂恿联楚，怎么会发生今日这么多事端？苏秦一心只想天下太平，想取天下之力，一举将秦国歼灭，毫无私心。没想到，却换来千夫所指。什么？你还敢说自己毫无私心？你游说各国，行什么合纵之术，就是想当天下的宰相。你满口让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了吗？我齐国本来是东方霸主，如今呢，连被秦国打败的楚国，都敢羞辱我等。别说了，苏秦，你必须以死谢罪。对，都不要说了。苏秦，你过来。苏秦，寡人就想问你一句，你给寡人说句实话，如果寡人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会选择合纵吗？啊？会。如果明明知道寡人会死去，你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？大王，如果合纵不成，秦国称霸天下之势就无人可遏。苏秦，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和大王如此说话？苏秦所言，句句恳切。大王，大王，苏秦，寡人来告诉你，你错了。我们6国合纵，伐秦了吗？最后还不是都被秦国给打败了？寡人告诉你，合纵最难的不是6国，是人心。大王，大王，胸怀，胸怀，胸怀，你等着！大王，大王，你，大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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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驾崩了！大王！苏秦，若不是你，大王便不会死。是你误了齐国，害死了大王。把苏秦逐出齐国！把他逐出齐国，那还是便宜了他。把他抓起来，
囚禁致死！都住口！大王尸骨未寒，大吵大闹，成何体统？属下，大王。去，主人再拿些酒来。你也跟我同饮，啊！丞相，人都走光了。我唯有一死，别无他求。我宁可一死，也不愿意看这世间纷争。你快走吧。大人，小人宁愿死，也要伴随你左右。我临死还有一仆相伴，我不枉来了此事一遭啊！他们来了，我们喝酒。倒酒啊！来，大丈夫，死即死矣，节不能丢。来啊，
你们既然来了，就进来陪老夫小酌一杯。你们是来杀老夫的。苏秦，你明白就好。老夫此生从未动过兵刃，今日却要死在兵刃之下，哈哈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好酒，好酒。自从那日苏秦和张仪学成下山开始，就知道会有今天。合纵连横，必有一败。大王说得好，合纵的非六国也，乃人心也。下雨冬，更迭难休。草与木，生与衰，闻美人依旧。流言四起的风，撩拨清晨一梦。问天可否为民心而见证？浊雨清，美与楼，颠倒众生。赤与蓝，灰与尘，难图芳心。何故逆流而上？何为孤芳自赏？无人知晓故乡，变他乡。乱世而不去，谁可解君意？云游而远去，心却系故里。因一距离扫别愁，醉一时跑过春秋。奈何长路漫漫，上下难求，爱民生计多忧。长夜距离扫别愁，叹一生知己难留。心之所向无悔，终化作灰。此梦若颠沛，留给后人玩味。留给后人